又失败了。先祖大人的设计还真是难搞啊。姑妈，见到先祖大人了吗？没有。啊？哎，你来的正好。瑞贝卡，你来试试，能不能把魔力水晶切分成指尖大小？这是。以上便是爆炎术符文的应用，请大家课下好好练习。好，记住，每次任务发布，前10位任务完成合格的人，都将获得学习魔法的奖励。解散。哎，你哭什么？没想到这辈子有希望在30岁之前就能成为魔法师了。做得不错。大人，这年轻人，你要知道大力出奇迹。你看，太阳也不过就是大一点的火球而已。教他们这个，是不是有些为时过早了？菲利普，之后还要再拜托你给他们强调一下符文的使用安全。啊，是大人。先祖大人，怎么了？姑妈完成了原型机。啊？何丽，大人，您设计的通讯器研制成功了。通讯器由魔晶作为能量源，无需法师施法，不懂魔法的人也可以通过它彼此远距离交流。魔晶能量可以撑3天。很好，能够量产吗？可以，只是需要点时间。出什么问题了？没事，只是一些小麻烦。啊，那辛苦你了。尽量。嵌入符文，点火，计时，势头正旺啊！大人，一共练了多少天？多亏了符文，大概已经练出原矿的1半了。哦，这么厉害啊！我们是用了火元素符文助燃的方法，才能有这么多的产量。没想到靠着魔法，我们这些铁匠也能有一番作为。符文冶铁，很好。替换符文。不过，大人，符文冶铁效果非凡，但如您所见，对符文的消耗还是很大的。这样的符文，你们一天要用多少？怎么也得110来块吧。菲利普，这样的话，领地剩余的符文材料只够用1个月了。长官，没有发现您说的那种痕迹。再去前面看看。哎，你说那种痕迹到底是什么呀？听长官说，好像是什么畸变体。
符文可以不依靠法师，就能让普通人使用魔力，代价就是用一块少一块。这个问题很棘手啊。抱歉，大人，那个铁匠是第一个受奖励的人，而他又肩负领地武装的责任，所以我……不必自责，领地发展刚刚起步，成本难以控制也是正常的。只是魔法需要的不是经验，而是长久。抱歉，大人，我记得您笔记本上有这句话。没关系，继续讲。李民们没有魔法基础，尽管学会了一些术式，可依然无法把握魔力规律，这就会造成盲目的浪费。就像这块火元素符文，符文引导火元素的流转，只能让火升得高高的，但是也只能撑一小会儿。那有什么办法能提高使用效率吗？我试试看。慷慨的火啊，请您重燃。单一的元素孤独而无力，它需要有个伴。含蓄的风啊，再无安眠。风能维持火的活力，但也需要有谁来盯着它们。庄严的土啊，请将之厚葬。燃烧吧！如此一来，风助火力，土又不让火烧得过分旺，符文便能撑得足够久。小瑞贝卡厉害了。只不过符文的材料早晚会消耗，如果能用真正的魔法阵代替，实现自充能就更好了。如此一来，全领工业就都可以实现魔能化了。全领魔能化，那样法师会累死的吧？效率问题解决后，接下来就是魔力充能的问题了。还记得我说过的变革吗？这简直是天才！它的名字叫魔网，充能的事它来解决。魔网？可以从自然界自动提取魔力的法阵，不过好像还缺点东西。缺少让阵法启动的魔力介质。简而言之，缺少个启动装置。但哪里能找到呢？原来这就是您所说的刚铎遗迹。当年的开拓队伍从刚铎废土一路向北逃亡。大人，请走慢些。我们一边聚集废土上的幸存移民，一边收集各种资源，于是队伍越来越臃肿。为了摆脱畸变体的追赶，我们把难以携带的重要物资藏在了这个无意中发现的地下设施里。不好，快跑！但是作为刚铎时期的秘密基地，这里真正蕴藏的宝藏远远不止这些。这是什么？刚铎惯用的把戏，防贼用的。放轻松。我们建设魔网缺少的启动魔晶就在这里。这里是刚铎魔法造物。高维塞希尔，你真是自寻死路。
然是他。收到了警告，还不快走吗？刚铎的法师以深蓝之井的稀有晶石为核心，研究出了能够从自然界自动吸取魔力的技术。可惜深蓝之井早已经被毁灭，那种稀有晶石也只能从刚铎遗迹中寻找了。就是它，让这里拥有了源源不断的能源。怎么收回去了？防御系统被激活了。难道我的身份认证失效了？麻烦了。刚才的那些家伙真是不留情面，这种频率的攻击，即使是我也无法支撑太久，必须想办法关掉机关。魔法回路，所有的机械眼并非一直在运转，一个机械眼射出的法弹会进入另一只眼，并触发这只眼的充能，再发出下一道攻击。如果没有法弹射入，机械眼则会休眠。明白了，大人，请让开。刚铎的法师利用这种接力开启的方式，实现持续强大的攻击。既然机关是靠射入的法弹激活，那么只要让所有的机械眼将法弹全部射出，然后改变法弹的运动轨迹，让其无法回收，机械眼就会进入休眠，不会开启下一轮攻击。应该就是这样。爆炎法阵。干得漂亮！有了这块魔晶，我们的魔网就算建成了。如果我是个高阶法师，也许只需要一发强力射线，或者强力护盾，都能轻松解决这个局面。果然，我还不够强。刚刚那些法球的瞬时魔力远比你想象中要高。换句话讲，我们刚刚是在钢丝上跳舞。莽撞的法师小姐姐，刚才是你赢了。让全民都能凭借魔法实现发展，总觉得还是像梦一样。那不是梦，只要思想解放，总能实现工业化、模块化的魔法应用。不过你说的也对，传统的魔法理论教学对于平民而言确实太难了，所以我们需要更便捷的教学方式。姑妈，找到了吗？接好了。但领民已经尝到了魔法的甜头，再换规矩，他们就更难接受了。没办法，谁让它这么精彩呢？好像您是个法师一样。赫利，我说的精彩，不是因为它有多强的破坏力，或者有多花里胡哨的招数。那是什么？它的精彩在于它能够摆脱身份，能让世界任何一个角落、任何一个人都拥有脱胎换骨的可能。在有的世界，它被称作元素力；在有的世界则更为单纯，被叫做热能、电力。而我无法理解的是，明明它可以被共享，却总要成为少数人的特权。于是我打算换个方式。
看吧，Purdy，它不是特权，它是进步。